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比特幣家伙。咁最近睇 YouTube 咧，成日都聽到一啲股評人啊，甚至係一啲現代嘅經濟學家會咁樣講。啲 ETF 買咗好多比特幣喎，大鱷咪可以控制市場咯。BlackRock 都入埋場啦，仲邊度有去中心化可言啊？又變返美元體系嘅遊戲啦。聽落好似好有道理咁樣。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比特幣 ETF 係咪等於比特幣被控制咧？係咪真係咁簡單咧？我哋一齊去拆解下。首先咩係 ETF 咧？大家可以自己去 Google 下啦。咁簡單嚟講咧，就係股票市場上面嘅一種投資產品。而比特幣現貨 ETF 咧，就即係話一啲基金公司買入一啲比特幣，但係咧鎖喺一啲託管嘅機構嗰度，再發行呢啲股份咧俾投資者去買。等咧你可以喺股票個 App 度咧就可以有 BTC 嘅 exposure 啦。咁好處咧就係方便啦、易入門啦，同埋唔使搞錢包啦，好似股票咁樣買賣啦。個問題就係當個 private key 唔係喺你手嘅時候咧，咁嗰啲比特幣咧理論上就唔係屬於你噶啦。不過最大嘅問題咧就係咁樣嘅做法咧，就其實將比特幣嗰個初衷咧本末倒置咗。另一樣啲人會擔心嘅嘢咧，就係當一啲大型機構咧揸住越嚟越多嘅比特幣嘅時候咧，佢哋會唔會變相可以控制到比特幣咧？咁呢度咧就要搞清楚，其實持幣多咧就唔等於可以控制到比特幣嘅。首先咧，其實持幣多都唔啱嘅，因為大部分嘅比特幣都仲係喺用家嗰度嘅，唔係喺啲機構嗰度嘅。但係就算呢一啲機構、大公司甚至國家，佢哋擁有嘅比特幣嘅數目越嚟越多嘅時候咧，冇錯係唔理想，但係唔代表佢哋控制到比特幣。佢哋控制到嘅最多只係市場上面嘅嘢，例如一啲短期嘅價格波幅同埋市場情緒，但係佢哋控制唔到協議層面上嘅比特幣。即係話佢哋改變唔到比特幣本身嘅規則，例如供應量啊、區塊嘅大小啊、運用工作量證明去達成共識等等。咁點解咧？因為比特幣唔係一間公司，佢冇 CEO、冇董事局、冇中央伺服器，佢係一個去中心化嘅協議，由全世界嘅節點去運行、驗證、維持。擁有好多比特幣，甚至擁有好多算力，都唔代表你可以控制到比特幣，因為真正話事嘅係節點，亦即係用家，亦即係你同我。呢度睇返一個2017年嘅例子，就係 Block Size War。咁喺當時咧，某一啲大型嘅礦池咧，同埋交易所咧，佢哋想將比特幣嘅區塊咧，由1個 megabyte 增加到去2個 megabyte。咁令到比特幣咧可以處理多啲交易，咁但係反對嘅人士咧就覺得咁樣會危害到比特幣嘅去中心化，因為如果整條 blockchain 嘅容量增加得太快嘅時候咧，就會越嚟越少人咧去做節點。咁當時咧好多人都會覺得財雄勢大嗰一邊會贏，但係結果咧好多節點咧唔去升級，用戶唔去支持，咁所以咧，主鏈咧照舊係行返1個 megabyte，咁唔服輸嗰班人咧就硬分叉咗一隻新嘅幣出嚟，咁咧就慢慢咧被市場去唾棄啊！咁呢件事證明咗咧，如果冇社群大部分嘅共識咧，其實你係冇可能去改變到比特幣嘅規則。跟住咧講返 ETF 咯，咁有啲人咧認為 ETF 咧係比特幣為咗進入主流而向傳統嘅金融低頭，但係其實事實上咧係完全相反。比特幣咧唔係一間公司，唔係佢哋叫一啲金融機構咧幫佢哋整一個 ETF 出嚟，而係調返轉係呢一啲金融機構，包括 BlackRock 啊、Fidelity 啊、MicroStrategy 啊，甚至係美國政府，係佢哋自己主動去擁抱比特幣，因為比特幣面世至今咧，喺本質上甚至喺價格上，基本上已經係跑贏全個市場所有嘅資產，已經無法被忽視啦。
咁所以冇人想執輸。所以唔係因為比特幣需要佢哋，而係因為佢哋需要比特幣。比特幣只係一個自主運行嘅一個協議，佢係一個中性嘅工具，一個金錢。只要有人用，佢個價值就會喺度。跟住想講下 ETF 呢樣嘢最大嘅風險係乜嘢？除咗呢一啲機構可能會執笠啊，或者被 hack 之外咧，我自己覺得最大嘅風險就係有機會將6102行政命令歷史重演。簡單交代下個背景咧，就係喺1933年，美國政府羅斯福咧當時簽咗一個 Executive Order 6102，下令咧叫國民咧交出所有嘅黃金，違者咧就要坐監。目的咧就係要穩定金融嘅體系。咁結果咧，黃金一夜之間咧變咗政府嘅資產。如果你嘅比特幣係經 ETF 咧託管嘅話咧，咁如果一旦政府咧再行呢一套要凍結、禁止你贖回、限制你提取，咁你一樣咧係冇得攞返自己嘅比特幣嘅。雖然下一次未必係叫做6102，但係劇本咧可以完全係一樣。如果你選擇咗方便就犧牲咗你嘅主權嘅話咧，到時俾人充公嘅時候咧就冇得投訴啦。比特幣係唔會強迫你成為一個自由嘅人，但係咧佢永遠咧係會俾機會你可以揸返自己嘅資產，所以我哋咧係應該揸返自己嘅 private key，擁有真正嘅比特幣。今日嘅結論就係咧 ETF 係唔會令到比特幣冇咗去中心化。ETF 可能可以係一個入門，但係唔應該係一個終點。而最大嘅風險咧，永遠係人類自己選擇去放棄自由。記住一樣嘢咧，就係 lock your keys, lock your coins。同埋而家係呢一個世界作出改變去迎合比特幣，而唔係調返轉。OK， 今日嘅時間差唔多，希望大家可以幫手 subscribe 個 channel，歡迎留言理性討論，下次見，拜拜。